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演技精湛，豆瓣评分这么低，到底是被高估，还是被刻意针对？大家不是一直认为肖战的演技精湛，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吗？怎么豆瓣评分这么低呢？这一问，看似在探讨一位演员的演技与平台评分的矛盾，实则触及了当代文化评价体系中一个更深层的谜题：当粉丝的狂热、平台的算法与大众的审美产生碰撞时，我们究竟该相信谁？真相或许并非非黑即白，而是隐藏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之中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粉丝经济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——滤镜式评价。对于肖战这样的顶流明星，其粉丝群体往往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忠诚度。他们通过打榜、控评、反黑等方式，在微博、超话等平台构建起一个演技精湛的共识空间。这种共识如同一个回声室，不断放大对偶像的赞美，而批评的声音则被有意无意的过滤。例如，肖战在《陈情令》中饰演的魏无羡，因其情感细腻的演绎深受粉丝喜爱，演技封神的赞誉不绝于耳。然而，这种赞美有时会超越作品本身，成为一种情感投射。粉丝的热爱源于对偶像个人的支持，而非纯粹的艺术评判。当情感与理性发生冲突时，评价容易偏离客观标准，形成过度夸大。正如古人云：“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。”滤镜下的演技评价难免带有主观色彩。与粉丝主导的社交平台不同，豆瓣评分常被视为大众舆论的晴雨表。其评分机制基于海量用户投票，理论上更接近普通观众的集体判断。但大众就一定意味着绝对客观吗？未必。首先，豆瓣用户群体存在选择性偏差，年轻、高学历用户占比较高，其审美偏好可能更趋近文艺性或批判性。对于流量明星的作品，部分用户可能自带偏见，认为流量与演技不成正比，从而打出低分。其次，豆瓣评分易受极端情绪影响，例如，肖战曾因争议事件遭遇大规模抵制，一些评分可能掺杂了非艺术因素的情绪宣泄。此外，平台算法本身也可能放大某些声音，比如通过热门评论引导舆论风向。因此，低分并不完全代表演技差，而可能反映了特定语境下的复杂舆论场。正如统计学中的平均数陷阱，一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体动机的交织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谁在说谎？这种非此即彼的设问，可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。演技评价本就是一个多维度的体系，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。一方面，粉丝的赞美并非虚构，肖战在《如梦之梦》等话剧中的表现受到业内好评，说明其演技有一定潜力。但另一方面，豆瓣的低分也反映了大众对其某些作品中表现的不满足。这并非说谎，而是不同群体基于不同立场和标准得出的不同结论。就像有人偏爱写实主义油画，有人钟情抽象派艺术，审美本身具有主观性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代影视评价体系正在瓦解传统的权威话语。过去，演技好坏由专业影评人定义，如今，粉丝、平台、路人都拥有发言权。这种去中心化既是民主的进步，也带来了评价标准的混乱。们更需要思考的是，如何在一片喧嚣中保持独立思考。肖战的演技争议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这个时代评价体系的多元与混沌。粉丝的热爱、平台的评分、大众的质疑，都是真实存在的碎片，但任何单一视角都无法拼出完整的真相。作为观众，或许我们不必急于追问谁在说谎，而应学会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，既尊重粉丝的情感，也理性看待平台数据，
同时不放弃个人的审美判断。毕竟，艺术的价值不在于评分的高低，而在于它能否触动人心。正如法国作家罗兰·巴特所言：“作者已死，文本永生。作品一旦诞生，便属于每一个观众。”在演技与评分的罗生门中，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寻找标准答案，而是培养一种开放而批判的眼光，在看戏的同时，也看清自己与这个时代的关系。